嘿嘿嘿，还不是你家教太严，他走了我才敢约你出来鬼混呢。都5月了，离校倒计时2个月，毕业季有很多饭要吃的，你来不来？思忖片刻，觉得自己这2个月确实有点脱离组织，家里的事情占据几乎全部心神了，是应该去聚聚。时间、位置都有谁呀？懒懒地发问，心里其实热乎乎的。油淋茄子 ，right now， 年级顶梁柱们的小饭局，欢迎魏长官大驾光临，那准备接驾吧。刚好走到大门口，挂了电话揣裤兜里，魏无羡走路都变得吊儿郎当。这家楚风情是大一开始就常来的馆子，魏无羡其实不吃茄子，只吃这一家的。他们几个年级委的学生干部跟辅导员温情，就一直记得这件事。从一起查早读到一起办晚会，后来处成无话不谈，好像也就用了1个学期的时间。魏无羡是自来熟性格，又一天到晚笑呵呵，做事靠谱，讨人喜欢。到了包厢，一群人就站起来热络地招呼魏无羡。哎呀，我的祖宗，你可算是来了，还以为到我毕业都见不着你了呢。老搭档绵绵打趣他，快来快来，我的羡宝宝。做情姐姐这边辅导员温情一直把他捧在手心里，惹得其他人都柠檬了，也浑不在意，还在恶意补刀，你们都什么表情？你们有阿羡好看吗？优待一下我的心头爱，不服气啊？一帮人切了一声，集体翻白眼。这么整齐，都在啊？你们这是打算瞒着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魏无羡满面的笑容，是真的开心。有没有点我的菜？这种暖洋洋的组织气氛真的是久违了呀，忘不了你的油淋茄子，就像你忘不了蓝忘机温情阴阳怪气的回答，惹得一阵狂笑。一屋子人就喜欢魏无羡的各种梗，集体戳他，互相也都习惯了。还是你懂我？魏无羡脸不红心不跳的拿起杯子跟温情碰，无缝接入集体聚餐中。4年啦，一晃就过去了，总觉得刚跟你们混熟啊。迷迷糊糊的，答辩结束了，课程考完了，好像只剩下双选会、考研调剂了，然后就是毕业照、毕业典礼、毕业晚会了吧？老魏，你什么打算？最近在看公务员？我吗？没确定呢，家里想让我回去做公务员，我就看一下，我自己还是法律相关的吧。是啊，你这司法考试早早就高分飘过的妖怪，不做法律相关可惜了。可你回了北京，蓝忘机怎么办？对呀，听说国防生要在上海军区服役7年吧？报志愿的时候是签了协议的，因为他俩这对 CP 太耀眼，大家免不了会关心一下。不知道，没想好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们，斌哥、婷姐，毕业是不是就领证啊？领毛线啊，哪那么容易嫁过去？我还没同意呢，姐要先闯荡上海滩。婷姐豪放的回答，让斌哥红了脸。这对情侣从大1到大4始终如一，狗粮专卖店。我婷姐这暗示太明显了，斌哥你要是听不出来，你就切腹吧。马上有人起哄，好说好说，哥几个给你策划求婚仪式，那都不是事儿，常年做活动，策划个求婚确实难不住他们。毕业旅行就很好，也可以毕业蜜月一起旅行，哇哈哈哈！听着热闹的声音，魏无羡心里还是有一丝丝的波动的。他和蓝忘机怕是要面对好多坎坷的。学校这个象牙塔，理想化的世界，一群交好的朋友都可以接受他们这一对，可家庭、社会就未必那么友好了。说到毕业晚会，咱们也该提上日程了。晴姐，经费靠你了，昂昂，包在我身上，不够我给你们填。老魏，藏了4年了，是不是最后了？曝光一下歌坛身份啊！是啊是啊，来一首吧，都要毕业了，满足我们一下。一群人又进入毕业晚会话题， KTV 都是魏无羡的麦下败将，起哄都要他现场，他痛痛快快的答应了。本来也不是故意藏技，只是没兴趣比赛而已。用一首歌结尾4年的大学生活，也挺有仪式感的。唱什么？他要好好想想。散场的时候，温情提醒魏无羡，明天晚上是他们法学专业的谢师宴，一定要去。魏无羡点头答应，教了他们4年的各位恩师，是需要答谢一下的，特别的几位老师，还要送一下心意才行。自己这4年奖学金拿了大满贯，各种推优简直是被动拿奖，少不了几位老师的操心惦记。于是他今天后半天去琢磨谢师宴了，放松一下。流连在校园里，
魏无羡突然开始有了毕业的情绪。光顾了无数次的打印店，他在这里复印打印了4年中无数的教材、论文、案宗、试题，还有在法院实习的时候无数的资料，还在这里为自己的班级、年级还有学校所有学生会打印装订花名册、联系卡、策划书和会议章程，在这里拍各种比赛、考试的证件照。现在这家店里开始展出各个毕业班自己制作的毕业纪念册，五花八门，精彩纷呈。大家都在纪念同班4年的同学，选了最满意的照片，修图，写了祝福语，联系方式，装订在一起，人手一册，充满了仪式感。他看着图片上的人，不认识，但是人后面的背景，他如数家珍。帅哥，要做毕业纪念册吗？可以提供设计建议哦。魏无羡被店里的小姑娘打断了回忆，礼貌地摇摇头，发现店里换了新的兼职，不认识他了，就挪开步子继续溜达。终于开始正经思考，送给老师们什么礼物，盘算着这几位恩师的喜好，盘算着金额，去哪里买得到。路过百味香饮品店，老板笑得很灿烂，招呼他过去喝一杯。仙女儿，生意好啊！魏无羡的笑容一样灿烂。这家店是他跟蓝忘机最常来的，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地方。老板是个30出头的漂亮宝妈，嗔了一句：“你都多久不来了？”手下开始忙碌起来，怎么自己溜达？被人甩了？他是看着这2个大帅哥表白点头，在一起牵手的，自然敢打趣。被人甩了，不知道去哪里野了，今早刚走。老板3两下已经调制好一杯烧仙草，天气没多热，也没加2块冰，递了过去。魏无羡也不客气，接过来就上手吃。烧仙草还是的仙女儿做的才好吃。吃2口就去微信转账，老板笑呵呵看他赚，也不收。这对全校闻名的情侣，只要往店里一坐，就是活招牌，长得好看，论坛主角。开玩笑，这种吃播代言人，一杯烧仙草的钱请得起吗？他才不要收。最近忙得很吗？你得有2个多月没出现了吧？这句是真的关心了，我瞧着又瘦了是不是？魏无羡抿抿嘴不言语。蓝忘机舍不得给你吃好的，姐姐养你啊！感受到目光里的温暖，魏无羡低下头，看看外面，不怎么笑了，坦诚地告诉他，我奶奶走了，刚缓过来。低下头继续剥拉那杯烧仙草，其实他吃完午饭没多久，也吃不太下。老板拿眼睛望了望他，也说不出什么来安慰，只能作罢。2人一时无话。还是魏无羡整理了一下表情，重新看着老板说，养活我这事儿，蓝忘机倒是认真的。这2个月已经练就一身厨艺了，你怕是没机会。哦哟，遭到1万点暴击，恐怕我这个当妈的对我儿子也不过如此了。你是捏了他什么命脉，这么服服帖帖？别人只知道这2个帅得不像话的男生感情很好，他可是知道不少内情。蓝忘机对魏无羡，恐怕是星星月亮都敢摘的。厨艺拿手这件事，恐怕是他独家新闻。毕业离校没多久了，他要去部队了吧？你怎么办？随军吗？